你好，欢迎回到生如历史。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晚安，让我知道你来过。现在，请找个最舒展的姿势，跟着我的声音放慢呼吸。今晚我们一起来聊聊郑成功。提到这个名字，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一尊面朝大海的青铜雕像。在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里，他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符号，身披铁甲，大义凛然，生来便带着挽狂澜于既倒的神圣使命。可是当我们用指尖拨开那些被后世镀上的厚重金箔，去触摸历史真实的机理时，你会发现那具躯壳下跳动的是一个伤痕累累，在血缘与信仰中被反复撕扯的狂乱灵魂。他不是生来的神明，他是一个在绝望中死死抓住悬崖边缘的凡人。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1624年的日本平户海滩，那是一个腥咸、潮湿且充满变数的年代。大航海时代的余波疯狂拍打着东亚的海岸线，传统的陆地帝国还在沉睡，而海上的冒险家们已经用火炮和白银建立起了新的丛林法则。平户这个日本边缘的港口，聚集着来自大明、荷兰、葡萄牙的走私犯、海盗和商人。就在这片夹杂着多国语言叫骂与朗姆酒气的海滩上，一名叫田川松的日本武士之女，在一块巨大的海狗石旁，匆忙而痛苦地诞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的父亲是当时正在东亚海域疯狂扩张势力的海盗巨头郑芝龙。出生在这样一片法外之地的男婴被取名为扶松。他的童年没有四书五经，也没有红墙绿瓦，只有平户海面上的风暴、武士刀的寒光，以及父亲那支悬挂着郑氏大旗、遮天蔽日的武装商船队。扶松血管里流淌着的，一半是异国女子的隐忍与刚烈，另一半则是海上枭雄的狂野与实用主义。如果命运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下一个称霸大洋的海盗王，在刀光剑影中挥霍一生。命运的轨迹在公元1630年发生了剧烈的偏折。那一年扶松7岁，一艘来自大明的大船停靠在平户，带来了他父亲的命令，接长子回国。此时的郑芝龙已经通过接受明朝的招安，摇身一变成为朝廷的游击将军，驻扎在福建泉州的安海。海盗一旦上了岸，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最渴望的便是洗刷身上的泥斑，换取一张进入主流精英阶层的门票。在当时的晚明社会，无论你拥有多少艘盖伦帆船，赚取了多少万两白银，在那些身穿青金的士大夫眼中，依然不过是带有海腥味的粗鄙武夫。郑芝龙需要一个能穿上儒服、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儿子。于是7岁的扶松被强行抱上船，在一望无际的黑水沟上颠簸，远离了流泪的母亲，也远离了那个叫平户的故乡。当他的双脚踏上泉州的土地时，他就不再是扶松了。父亲给了他一个全新的身份，郑森。从扶松到郑森，不仅仅是名字的更迭，更是一场残酷的灵魂重塑。郑芝龙为儿子请了最好的老师，将他塞进了明朝士大夫的标准模具里。对于一个7岁前都在异国海岛上自由生长的孩子来说，这种转变是痛苦且压抑的。他被迫脱下宽大的和服，换上层层叠叠的汉服儒冠。他被迫收敛起所有的野性，去死记硬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他需要学会用最规范的八股文式去阐述那些他也许并不完全理解的忠孝仁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侧写出郑森早年的心理底色，一种深深的血统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能敏锐地察觉出周围人目光中的异样。泉州的地方官绅虽然对郑家表面逢迎，但在宴席的推杯换盏之间，那种骨子里的轻蔑依然会从眼角眉梢露出来。他们依然叫他父亲为海贼。这种隐秘的羞辱感化作了郑森拼命向上的鞭子。
他比任何世家子弟都要刻苦，他试图用最完美的道德准则和最出色的学业来漂白原生家庭的污点。他渴望主流社会的接纳，渴望大明王朝的认可。他将儒家的忠孝二字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和精神堡垒。海盗的狂野血液与理学的绝对道德就这样在他的体内形成了两股互不相让的暗流，埋下了最初也是最致命的撕裂感。时间转入公元1644年，此时的郑森刚满20岁，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国子监，成为了这座帝国最高学府中的一员。不仅如此，他还带着父亲丰厚的拜师礼，叩开了当时文坛领袖东林党魁钱谦益的大门。钱谦益是何等人物？那是江南士林的风向标，是儒家正统的代言人。面对这个充满求知欲、相貌清俊且出手阔绰的年轻人，钱谦益欣然收他为徒，并根据《论语》中的刚毅、木讷近人，为他取了一个表字大木。大木意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当郑森站在秦淮河畔，听着画舫上传来的靡靡之音，微风吹拂着他的儒冠时，他一定觉得自己已经成功了。他终于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父亲半生都无法逾越的阶级鸿沟。他不再是平户海滩上的野孩子，也不再是海贼的儿子，他是钱谦益的得意门生，是大明王朝未来的肱骨之臣。他深信自己将在朝堂之上用所学的圣贤之书辅佐君王，开创太平盛世。他深信那套严密的儒家道德体系足以支撑起他的整个人生。可是此时的南京城弥漫着的只是一股腐朽而迷乱的脂粉气。在长江以北，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如蝗虫般席卷中原，而更北方的山海关外，满清的铁骑正磨刀霍霍。大明王朝这座看似宏伟的大厦，其地基早已被虫蚁蛀空，摇摇欲坠。年轻的郑森在南京的烟雨中还未察觉到头顶的苍穹正在开裂。他精心构筑了20年的精神世界，那个由四书五经、士大夫荣耀和忠君报国梦交织而成的幻境，即将迎来一场粉碎性的风暴。历史的齿轮已经咬合，将用最残忍的方式逼迫这个温润的读书人做出血淋淋的抉择。这场风暴来得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公元1644年的春天，北京眉山上的那根歪脖子树终结了崇祯皇帝的性命，也宣告了那个屹立200多年的庞大帝国在北方轰然倒塌。消息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传到南京时，整座城市陷入了末日般的惶恐。年轻的郑森混在好哭的士子中间，感受着信仰崩塌的钝痛。他曾以为坚不可摧的皇权，在流寇的砍刀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大明在江南仓促重建，弘光政权如同一个千疮百孔的戏台，刚搭好草台班子，很快又在满清八旗的铁蹄下灰飞烟灭。时间来到公元1645年，在福建福州，唐王朱玉建登基，改元隆武。此时郑森的父亲郑芝龙作为拥立的最大功臣，掌握了南明朝廷的绝对军政大权。正是这个时候，22岁的郑森被父亲带到了隆武帝的面前。隆武帝，一个空有抱负却手无寸铁的落魄帝王，被拥兵自重的郑氏家族软禁在虚假的尊荣里。当他抬起头看到阶下站着的这个年轻人时，眼中闪过一丝罕见的亮光。这个年轻人与他那圆滑世故、满眼算计的父亲截然不同。郑森的目光清澈悲愤，透着未经世俗毒打的纯粹。隆武帝仿佛在无尽的黑夜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走下龙椅，抚摸着郑森的背，叹息着说出一句名垂青史的话：只恨朕没有女儿可以嫁给你，从今往后你便随朕姓朱吧。从这一刻起，郑森拥有了那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朱成功，世人尊称他为国姓爷。这不仅是天大的恩宠，更是沉甸甸的枷锁。
大明王朝将最后的一丝残存气运强行绑定在这个年轻人的肩上。郑成功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忠诚，足以为这个残破的国家撑起一片天。可是，在权力和利益的修罗场里，情怀总是最廉价的消耗品。郑芝龙骨子里始终是一个在刀尖上舔血的海盗商人。他精明地算过一笔账，供养一支抗清大军需要海量的白银，而南明朝廷连发军饷的钱都凑不出。更致命的是，清廷已经向他抛出了诱人的橄榄枝，许诺裂土封疆，让他继续做割据东南的土皇帝。商人逐利，海盗慕强，在郑芝龙看来，大明这艘破船已经注定沉没，及时止损才是生存的唯一法则。父子俩在营帐中爆发了空前激烈的争吵。郑成功跪在地上，死死抱住父亲的腿，苦苦哀求他不要北上降清。他搬出《左传》，搬出《春秋》，试图用他学了20年的圣贤大义来唤醒父亲的底线。但在父亲眼中，这些书呆子的道理简直可笑至极。郑芝龙一脚踢开儿子，带着对功名利禄的盲目贪婪，毅然决然地拔矛起航，投入了清军的阵营。现实回敬郑芝龙的是一记裹挟着血水与冰渣的耳光。清军主帅根本不打算兑现任何承诺，他们不仅将郑芝龙软禁挟持，更借着郑氏群龙无首的绝佳时机，大举南下，长驱直入福建。公元1646年秋天，清军的刀锋逼近了郑氏家族的大本营泉州安海。如果你此刻站在那片曾经繁华无双的府邸中，你会看到一幅令人窒息的惨状。郑成功的母亲，那位来自日本平户的田川氏，面对破门而入的清兵，没有选择屈服或逃跑。这位流淌着武士血液的异国女子，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刚烈。她拔出短剑，以最决绝的姿态剖腹自尽，用温热的鲜血捍卫了自己作为国姓爷母亲的最后尊严。当郑成功带领少数亲兵拼死赶回安海时，等待他的只有母亲冰冷的尸体和化为焦土的家园。在那片死寂中，我们听到了沉重的脚步声。泉州南安的孔庙内，香火早已熄灭，圣人的塑像在阴暗的光线中显得惨白无力。郑成功穿着象征大明士大夫身份的青金儒服，一步一步走到孔子像前。他没有歇斯底里的痛哭，但他的内心早已被无形的手撕裂成千万块碎片。忠孝不能两全，这是儒家伦理中最残忍的死局。父亲贪生怕死，背叛了国家，让他成了不忠之臣的儿子。因为父亲的背叛，清军得以长驱直入，母亲惨遭逼迫自尽，让他落入不孝的万丈深渊。他寒窗苦读20年，尊奉了20年的道统，在八旗的铁蹄与屠刀面前，连保护母亲免受一句全尸都做不到。他问塑像，这些书有什么用？这些吃人的道理有什么用？天地不仁，圣人不语。他缓缓抬起手，脱下那身宽大的儒冠儒服，将他们连同往日的幻梦一起扔进火盆。火苗迅速吞噬了名贵的丝绸，发出滋滋的声响。橘红色的火光映照着他惨白的脸颊，伴随着灰烬在孔庙大殿里升腾。那个温润如玉、满口仁义道德的读书人郑森，随着这把火死去了。从孔庙门槛跨出去的是一个眼神冷酷、满心仇恨的复仇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对付野兽不能念诵四书五经，只能磨亮手中的刀锋。他转身接管了父亲留在海上的残部，在金门和厦门重新升起了郑氏的大旗。一个依靠铁腕肃立军威、令人敬畏的统帅国姓爷，在满地苍凉的时代废墟上缓缓拔出了染血的利刃。那把拔出的利刃最先斩断的是他自己的退路。退守金门、厦门这两座孤岛，是公元1647年郑成功做出的无奈之举。从大陆望过去，这两座岛屿就像是漂浮在沧海中的两片落叶。身后
是已经完全被大清八旗染成异色的万里江山，眼前是波涛汹涌、深不见底的台湾海峡。在这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他要凭一己之力养活数万张嗷嗷待哺的嘴，打造一支能与天下抗衡的水师。这时候，那些曾经被他奉为圭臬的圣贤书，不仅不能变出哪怕一粒粮食，反而成了最讽刺的笑话。10几万大军的粮饷，打造战船的巨木，铸造火炮的精铜，这些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血液从哪里来？残酷的生存法则逼迫他转过身，将目光重新投向了那片他曾经最想逃离的大海。他发现自己最终还是不得不捡起父亲的那套海盗生存哲学。为了抗清复明的大义，他亲手建立起庞大的海上走私帝国。他设立了山武商与海武商的秘密贸易网络，将江南的生丝、瓷器走私出海，运往日本长崎和东南亚，换取源源不断的白银和军需。如果你此刻站在厦门的港口，你会看到一幅充满撕裂感的画面。一边是高悬着大明招讨大将军旗帜的威武战舰，士兵们在演练阵法，誓死效忠那个已经倾覆的王朝；另一边则是载满走私货物的商船，商人们与各路海盗异国通义，讨价还价，用最世俗的铜臭味支撑起这座孤岛的忠义金身，但走私贸易的利润依然填不满战争的无底洞。为了筹集军费，郑成功开始向东南沿海的百姓征收沉重的派饷。那些在战乱中本就苟延残喘的村落，不得不在清军的屠刀和郑军的催饷中夹缝求生。他听得到百姓的哀嚎，看得到卖儿育女的惨状。那个曾经在国子监里立志要让天下苍生安居乐业的读书人，如今却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另一座大山。这种巨大的道德悖论像慢性毒药一样，日复一日地侵蚀着他的灵魂。他痛恨父亲那种唯利是图的海盗行径，可现实却逼迫他用比海盗更无情的手段来维系忠诚。为了一个纯粹的高尚目标，他必须把手伸进最肮脏的泥沼里。在绝境的高压与自责交织下，郑成功的心理防线开始异化，他变得多疑、暴躁，甚至残酷。在由前海盗、流民和残兵败将组成的队伍里，道德说教毫无威慑力，唯有鲜血和恐惧能铸就铁律。他颁布了令人不寒而栗的军法，任何违抗军令、贪生怕死的人，无论官阶多高、功劳多大，一律斩首。公元1651年，一场血淋淋的审判将他的冷酷推向了顶峰。那一年，清军趁郑成功主力南下，突袭了厦门大本营。留守厦门的是郑成功的亲叔叔郑芝管。面对清军的兵锋，这位平时养尊处优的叔叔不仅没有组织抵抗，反而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仓皇逃入海中，导致厦门失陷。郑家积累多年的财富和无数将士的家眷尽数落入敌手。当郑成功夺回厦门时，面对的是一片狼藉。他在军营的正中设立刑场，将亲叔叔郑芝管押上断头台。将领跪了一地，苦苦哀求他看在血脉至亲的份上，留叔叔一命。但郑成功坐在帅椅上，面容如铁，眼神中没有一丝温度。他知道，如果今天刀锋软了，这支军队的魂也就散了。随着他将令牌重重掷在地上，刽子手手起刀落，鲜血溅在厦门的校场上，也溅在了他仅存的亲情上。用至亲的命祭旗，换来了全军将士的死战之心，也让他彻底成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孤家寡人。除了内部的整肃，在公元1652年至公元1654年间，他还必须应对来自清廷最折磨人的心理战和谈。大清摄政王为了兵不血刃地解决东南海患，不断派使者南下，开出海成功等高官厚禄的诱饵。更要命的是，清廷利用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作为筹码，一封又一封浸透着父亲求生渴望的家书被送到郑成功的案头。
信里曾经不可一世的海盗王用最卑微的语气哀求儿子放下武器，换取全家老小的性命。我们可以试着去凝视那个在深夜的营帐里独自拆阅家书的郑成功。摇曳的烛光下，信纸上父亲熟悉的字迹像是一把把钝刀子。他真的毫不念及父子之情吗？绝非如此。他一边用冰冷的语调回复父亲从来未有老子造反儿子做忠臣的道理，以表决绝，另一边他又在给清廷的回信中反复拉扯，提出种种不可能答应的条件，故意拖延时间。这是一场漫长而残忍的心理拉锯。他把亲生父亲当成棋盘上的弃子，用虚假的谈判为自己换取造船铸炮、操练水师的宝贵时间。每拖延一天，他的舰队就强大一分，而每拖延一天，父亲在北京的处境就向死亡逼近一步。这种以亲人生命为代价的蛰伏，让他的精神长时间紧绷在崩塌的边缘。孤岛的岁月将郑成功从一个温润的世子锻造成为一尊暴烈、没有感情的战争机器。他舍弃了常人的温情，杀死了心中的软弱。当清军使者终于失去耐心，拂袖而去时，郑成功的舰队也已经羽翼丰满。公元1658年，海风开始转向。郑成功站在演武亭的最高处，望着江面上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战舰，10几万大军枕戈待旦，甲片碰撞的声音如同海啸的前奏。他知道孤岛的隐忍已经到了尽头。他要带着这支由海盗、流民和复仇者组成的庞大军队，向北去迎回那个已经死去的王朝。一场决定大明最终命运，也决定他个人悲剧走向的豪赌，即将拉开帷幕。公元1659年的夏天，东南沿海的季风送来了漫天的白帆，17万大军，8000多艘战船，如同一条愤怒的白色巨龙，浩浩荡荡地驶入长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这是一场带着献祭意味的还乡。战船的桅杆上，招讨大将军的旗帜被江风撕扯得猎猎作响。为了这一天，他等了10几年，熬白了头发，杀死了至亲，把手伸进血污与烂泥里。如今他要把大明失去的一切连本带利地讨回来。舰队势如破竹，瓜州破，镇江下。八旗骑兵在南方的水网地带如同泥牛入海。清廷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在郑家水师的重炮前坍塌成一堆废墟。捷报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江南，无数原本蛰伏的明朝移民剪掉辫子，翻出箱底生了霉般的网巾与汉服，甚至有百姓在江岸边摆上香案，哭迎王师。那一刻，连北京的紫禁城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年轻的顺治帝在朝堂上拔出剑，绝望地想要御驾亲征。时间定格在这一年的7月，郑成功的旗舰终于抛锚在南京城外。这里是大明的太祖高皇帝长眠之地，是帝国的旧都，更是15年前20岁的郑森吟诗作赋、拜师求学、春风得意的金陵旧梦。站立在船头，望着远处的中山与秦淮河的残影，这位35岁的铁血统帅眼眶温热了。他太想以一个完美的姿态收复这座都城了。他不想用火炮去轰击大明的城砖，不想让战火焚毁明孝陵的苍松。他甚至在幻想着城内的百姓和士绅会像迎接神明一样打开城门迎接他的归来。于是一向以雷厉风行、治军严酷著称的国姓爷，在距离复明大业只有1步之遥的城墙下突然迟疑了。面对清军守将郎廷佐派来启降的使者，听着对方那套按清律守城30日后投降，不祸及妻儿的虚假说辞，郑成功竟然同意了。他不仅停止了攻城，还纵容手下将士在江边饮酒作乐，下网捕鱼，任由松懈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看不出这是缓兵之计吗？当我们用心理侧写的刀刃剖开此时的郑成功，就会发现，在这个瞬间，
压抑在他内心深处10几年的那个士大夫郑森短暂地复活了。他被巨大的政治浪漫主义蒙蔽了双眼，这10几年的孤岛岁月，他杀了太多人，背负了太多骂名，他的双手沾满了同袍、百姓甚至家人的血。他太需要一场兵不血刃的受降仪式来洗刷自己灵魂上的污垢。他想以此向天下也向天上的母亲证明，他走的路不是海盗的野路子，而是光明的正道。但战争的齿轮从来不相信浪漫，清军守将的起降只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江北的满清铁骑暗度陈仓。8月，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紧闭的南京城门突然洞开，清军精锐如黑色的潮水般汹涌而出，直扑郑军毫无防备的营垒。睡梦中的明军将士甚至来不及披上铠甲，便被战马踩成肉泥。前军崩溃，中军大乱。如果你此刻站在那片血肉磨坊中，你会听到凄厉的惨叫撕裂了江南的夜空。郑成功最倚重的心腹大将甘辉、潘庚忠等人，为了掩护主帅撤退，在乱军中拼死力战，最终被俘，受尽凌迟而死。那是一场令人窒息的单方面屠杀。17万大军大半葬身鱼腹，或者化为南京城下的无名白骨。长江的江水被浓稠的鲜血染成了暗红色，腥气几日不散。败局已定，郑成功只能带着残存的舰队，在一片痛哭声中狼狈退下长江。战船依然是那些战船，但来时的昂扬与悲壮已经变成了死寂与灰败。他独自站在旗舰的甲板上，望着江面上顺流而下的残破战旗和层层叠叠的浮尸，听着风中那些仿佛来自地狱的哀嚎。就在这一刻，他坚守了半生的心理防线开始出现不可逆的崩裂。这场大败摧毁的不仅仅是他的精锐之师，更是他支撑了整个人生的精神信仰。他曾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忠诚，哪怕手段残忍，哪怕舍弃一切，上天也必定会眷顾大明。可南京城下的惨剧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天命不在他这边，大明是真的救不回来了。那种浩瀚的无力感如同深渊巨口，一口吞噬了他仅存的理智与希望。他的性情变得更加暴烈、神经质，他不再相信部将，不再相信谋士，甚至不再相信他自己。他像一头在陷阱中被刺瞎双眼的残破雄狮，在流血，在咆哮，也在寻找最后一个可以舔舐伤口的孤岛。而清廷的绞索并没有因为他的退却而放松，反而在东南沿海越收越紧，绝境之下逼迫他将充血的双眼投向了海峡对岸那片被称为黑水沟的未知之地。败退江南的阴霾如同厚重的千云，死死压在金门与厦门的上方。时间推移至公元1660年，清廷终于看透了郑氏集团的致命软肋。大清的决策者们不再盲目派水师下海送死，而是祭出了一道惨绝人寰的杀招迁海令。这是一场人为制造的浩劫。从山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清军竖起界碑，强令所有沿海居民向内陆迁移30至50里，所有的村庄被付之一炬，所有的渔船被砸成碎木。如果你当时站在高处俯瞰那片绵延千里的海岸，你会看到冲天的火光染红了夜幕，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百姓在官兵的皮鞭下拖儿带女，哭号声响彻荒野。界外之地，不留一粒粮食，不留一寸片瓦，违令出海者立斩无赦。这招釜底抽薪，直接掐断了郑成功大军的命脉。曾经络绎不绝的走私商船消失了，沿海百姓的赋税枯竭了，金厦两岛瞬间沦为真正的绝地。10几万将士和家眷挤在狭小的礁石与沙滩上，每天消耗的粮草是一个天文数字。军营里开始弥漫着饥饿带来的恐慌，士兵们的眼神从悲愤变成了绝望，逃兵数量与日俱增，郑成功被逼到了悬崖的最边缘。退无可退，降无可降，
那是死路一条。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他死死盯着那张泛黄的海图，最终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定格在海峡对岸那片被称为大元的土地上，台湾。收复台湾在后世的叙事中往往被描绘成一场高瞻远瞩、波澜壮阔的民族英雄之举。可是当我们回到公元1661年的那个春天，拨开历史的滤镜，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绝地求生。面对主帅渡海的决定，整个明军将领阵营爆发了空前的抵触。将士们生于斯，长于斯，谁也不愿离开家乡，去那片长满瘴气、被荷兰红毛番占据的化外之地。老将吴豪更是当面陈述风浪之险，直言那道横亘在海峡中间的黑水沟，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连飞鸟都难以横越，贸然前往等同于全军覆没。此时的郑成功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听进不同声音的儒将了。南京的惨败，粮草的断绝，生死的焦虑，早就将他的耐心啃噬干净。面对部下的反对，他拔出佩剑，狠狠砍在帅案上。他不再用家国大义去感召将士，而是动用了最原始、最血腥的恐吓。谁敢扰乱军心，杀无赦。他用明晃晃的屠刀，强行把10几万犹豫不决、满心恐惧的军民赶上了战船。公元1661年农历3月，一支庞大却带着浓重悲剧色彩的舰队驶入了汹涌的台湾海峡。阴沉的天空下，狂风卷起数丈高的巨浪，狠狠砸在木质的船体上。船舱里是晕船呕吐、脸色惨白的士兵。甲板上，郑成功双手死死抓住栏杆，任凭冰冷刺骨的海水迎面浇下。他的眼中有一种近乎癫狂的执念。这场渡海与其说是远征，不如说是献祭。他在拿10几万人的性命，拿大明朝最后一点骨血去跟老天爷赌一个明天。或许是上天真的垂怜这支无路可走的孤军，舰队奇迹般地避开了荷兰人的主力防线，在鹿耳门外海停泊。面对水浅无法、大船通行的绝境，郑成功穿上朝服，设下香案，向海神妈祖泣血祈祷。就在那一天，潮水不可思议地暴涨数尺，大明水师犹如神助般顺利驶入台江内海，兵临荷兰人坚固的堡垒热兰遮城下。但这仅仅是苦难的开始。收复台湾的战争是一场长达9个月的血腥拉锯。荷兰人依靠着代表当时欧洲最先进防御体系的星形冷堡以及射程极远的红衣大炮，死死定在原地。明军的血肉之躯在密集的炮火下成片倒下。更可怕的敌人不是红毛番，而是饥饿与疾病。带去的口粮很快耗尽，新开垦的土地还长不出庄稼。台湾南部的闷热与瘴气让北方的兵士大批大批地染上疟疾，军营里每天都有人死去，连草根树皮都被挖食一空。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蔓延，哗变随时可能发生。为了维持这支濒临崩溃的军队，郑成功的神经质与暴虐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他下令全军屯田，自己带着将领开荒。军法被执行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有士兵实在饿得受不了，偷拔了当地人的一把番薯藤，立刻被斩首示众。有将领办事稍有懈怠，不论旧日功勋，直接拖出去杖毙。他像一个守着破败家业的暴君，用疯狂的杀戮来缝补摇摇欲坠的军心。他知道部下在背地里咒骂他，但他不在乎。只要能活下去，只要能把这片土地拿下来，他愿意背负所有的罪恶。公元1662年初，弹尽粮绝、外援无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长官奎伊终于举起了白旗。红毛番黯然退出了这片他们占据了38年的土地。大明的日月旗第一次在热兰遮城的上空飘扬。可是当郑成功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眺望远方的大海时，他的内心有喜悦吗？海风吹拂着他斑白的鬓发，那是38岁的人不该有的沧桑。他打赢了这场绝命之战，
为大明找到了一块可以喘息的基业，但也亲手把自己锁死在这座孤岛上。隔着茫茫的大海，大陆的轮廓已经模糊不清，他倾尽一生想要光复的故土，如今只能在梦中回望。台湾，这座他用无数将士的鲜血换来的避难所，更像是一座为那个死去王朝，也为他自己提前建好的巨大陵寝。在这座孤岛上，他像一只舔舐伤口的困兽，神经时刻紧绷。他并不知道，历史的车轮并未打算放过他。在海峡的那一头，疾风足以将他彻底摧毁的丧豹，正随着季风向他飞奔而来。一出最惨烈、最疯狂的落幕，即将在雷雨交加的暗夜里上演。公元1662年的春天，对于枯坐台湾赤堑楼的郑成功而言，是万物凋零的终局。第一封沾着加急水渍的密信跌落在他的案头，信纸上的墨迹宛如一条条毒蛇，咬噬着他的双眼。在北京，大清朝廷终于对软禁多年的郑氏家族痛下杀手。他的父亲郑芝龙连同留在京城的子侄家眷被押赴柴市，满门抄斩。当郑成功看完这封信时，没有嚎啕大哭，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安静。10几年来，他把父亲当作政治博弈的弃子，他一直用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来麻痹自己。可当那把屠刀真的落下，当血脉相连的几十颗头颅在菜市口滚落的画面随着文字强行塞进脑海时，他那引以为傲的理学防线瞬间崩塌了。他终究是个血肉之躯，是他亲手阻断了父亲的生路，是他用坚持抗清的死局换来了全族的灭门。从这一刻起，大明王朝最伟大的孤臣成了一个在儒家道德审判台上十恶不赦的逆子。可命运觉得这还不够，紧接着第二封信犹如追魂的丧钟，从遥远的西南边陲辗转送达。公元1662年4月，南明最后一位正统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在云南昆明被平西王吴三桂用弓弦活活绞死。这位38岁的铁血统帅，身体如同秋风中的枯叶般剧烈颤抖，他猛地推开窗户，死死盯着西方的天空，那是大明国都的方向。永历帝死了，大明最后的火种熄灭了，他一生都在为之浴血奋战的那个虚幻图腾轰然碎裂成齑粉。他被隆武帝赐姓朱，世人皆唤他国姓爷。可如今国已不国，君已不在，这个赐来的姓氏成了一个荒诞的笑话。他带着10几万人漂洋过海，在这座孤岛上茹毛饮血，究竟是为了什么？天塌了，他高举双臂，死死撑了17年，最终等来的是苍天无情的嘲弄。忠臣做到了尽头，成了失去效忠对象的孤魂；孝子做到了尽头，成了背负灭门血债的罪人。他被逼到了精神错乱的边缘。偏偏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根压垮他的稻草从他最信任的后方轻飘飘地落了下来。那是留守厦门的部将发来的密报，他的长子郑经竟然与四弟的乳母私通，生下了一个男婴。在今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桩家族丑闻，但在郑成功的世界里，这是一场摧毁他最后理智的核爆。他为了那套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道德，牺牲了母亲，献祭了父亲，杀死了叔叔，把自己的灵魂按在刀刃上摩擦。他要求全军将士必须像圣人一样严守军纪。可他的亲生儿子，他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却在背后用最原始、最卑劣的情欲，公然践踏了他用一生去维护的礼法尊严。那是乱伦，是畜生之举，是对他苦难一生的恶毒嘲讽。狂乱的怒火烧毁了郑成功大脑里最后一条理智的神经。他双眼赤红，拔出象征最高权力的尚方宝剑，下达了一道让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的命令：派使者立刻返回厦门，斩杀治家不严的妻子董氏、逆子郑经以及那个孽种。但他没有等来人头，他等来的是部下集体抗命的消息。
驻守厦门的将领们为了自保，联名拒绝执行这道疯狂的屠杀令。最终，时间定格在公元1662年5月初8，在这座他刚刚打下的孤岛上，曾经一呼百应的招讨大将军，终于沦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天弃之，君死之，父丧之，妻叛之，子逆之，臣散之。天地之大，竟没有寸土能安放他这具千疮百孔的躯壳。巨大的悲愤与深渊般的绝望引发了急性的风寒，他病倒了。在弥留之际的昏迷与无往中，他仿佛又回到了南安的孔庙，回到了南京的城下。他听见母亲在海狗石旁的呼唤，听见10几万将士在黑水沟里的哀嚎。他突然从病榻上挣扎着坐起，双手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脸庞，直到食指鲜血淋漓，皮肉翻卷。左右惊恐地想要拦住他，他却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嘶吼道：“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吼声在大堂里回荡，渐渐微弱。一代枭雄就此气绝，年仅38岁。至此，大明王朝最后一块不屈的残骨，在这座孤岛的风雨中化为灰烬。当我们站在几百年后的今天，重新去回望这个被称为国姓爷的男人的一生，会发现，那不仅是一出英雄的史诗，更是一场被时代规则绞杀的宏大悲剧。他以一人之力，试图对抗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他的伟大在于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壮烈，他的残暴在于他不得不把身边的所有人都绑上这辆注定坠崖的战车。他的一生都在扮演别人期望的角色，儒家道统的卫道士，大明王朝的救命稻草。为了这些宏大的标签，他剥夺了自己作为凡人的所有温情，把儒家的僵化教条当成了乱世中的救世良方，最终作茧自缚，被那根名为忠孝的绳索活活勒死。他打下了台湾，为华夏留住了这片蔚蓝的海疆，这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但在他个人浩瀚的痛苦面前，这种历史的功绩倒像是一座冰冷的墓碑。夜深了，今晚的故事太过沉重，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洪流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力与挣扎。其实，跨越几百年的时空，我们普通人又何尝不是在各种规则与期待中负重前行？我们或许没有背负家国兴亡，但我们同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牵绊，社会时钟的催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们也会在某个深夜感受到那种孤立无援、不被理解的疲惫，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一座四周都是黑水沟的孤岛。但请记得，历史人物的悲剧往往是因为他们无路可退，只能把执念当成唯一的信仰。而我们生在一个拥有更多选择的时代，当你觉得被生活逼到角落，规则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允许自己软弱一回，允许自己放下那些强加在身上的必须和应该，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也不要用完美的道德枷锁去审判自己。找个避风的港湾停靠吧，哪怕只是闭上眼睛，享受这一刻的宁静。世界再喧嚣，也要留一处柔软给自己。今晚的深入历史就到这里，愿你在梦里有一片风平浪静的大海。晚安。